视角看塑料瓶如何变成衣服，躲过了印度的美食，却还是没躲过印度生产的衣服。我是一个电台记者，都知道印度的美食甲天下，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印度也是全球最大的时尚快消品的代加工生产工厂，在这里每天生产出数以万计的聚酯纤维，销往全球，然后穿在你我身上。每天天一亮，印度的工厂就会将回收来的塑料瓶子进行处理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空瓶子都能被制作成衣服，只有 PET， 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才能做成聚酯纤维。所以废品站会将瓶子首先压扁打包，送到工厂后，再由工人们对瓶子进行精细化加工。此时的瓶子中还混有其他垃圾，正所谓垃圾在一起是垃圾，但是分开了可能就会变废为宝，那就需要将瓶子中的其他部分分离出来。第一步，将瓶子倒入机器，这样就可以将瓶子简单的分为瓶身、标签和盖子。瓶盖的材质主要是聚丙基，回收可以重新加工成塑料托盘、垃圾桶、建材等。但是在这里他们会卖给生产铅酸电池壳的厂家，也就是电瓶车电池的外壳。多好呀，穿着瓶子骑着盖子，生活美滋滋。而剩下的瓶子会由机器碾碎成薄片，然后被送到 K 老板的工厂，开始真正的变废为宝之路。这些塑料片到达 K 老板这里会进行再分拣，将所有的塑料片倒入水中变成糊糊。重量比较大的 PET 会沉入水中，而其他的塑料则会飘在水面上，工人们就会用铲子将它们划拉走。第一次看到印度这么卫生规范的操作，一时间竟然还有点不习惯呢。而 K 老板说，在他们工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会被浪费，废水会被直接排到恒河里，等待下一次的循环。塑料在这里也经过最后一次清洗，也从最开始的五颜六色变成了纯白色。这些透明的薄片也要进行真正的变身之路了。工人们将 PET 薄片进行高温溶解，并加入颜料，再从都是小孔的金属板中挤压出来，就成了非常细的细丝。而另一边的机器会使用滚轮来拉伸这些纤维，但此时的纤维质地还很粗，所以还需要再拉到另一个车间进行拉伸。由于聚酯纤维在摩擦时非常容易出现静电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加入一点抗静电润滑剂。不需要知道这是什么呀，只需要知道加了这个就不会噼里啪啦的就行了。之后再由机器对这些纤维进行扭曲折叠，再切割压缩，然后就可以送到另一个工厂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。刚才送来的聚酯纤维在这里被纺织成纱线，这一步跟纺花的过程非常相似。先是将整片的聚酯纤维弹开成卷，之后放入机器中进行梳理，使它们变得平整顺滑，变成一张张的细网。而这张细网将会被压缩成一根根松散的绳子，俗称纤维条。最后再把这些纤维条进行拉伸和纺织，就成了可以做衣服的 PET 线。之后就可以销往全世界各地，用于衣服、床品等各行各业的制作了。并且原本塑料制品在自然界中不容易被分解，人们为此伤透了脑筋。但是后来有人发现，做成衣服穿在人身上，不仅大大降低了处理垃圾的成本，而且你穿完我穿，彻底实现了无损循环呀。随着聚酯纤维的发明和应用，迅速占领了服装市场，因为其结实抗皱、价格低廉，于是受到各大快消时尚品牌的喜爱。像 H&M、GAP、Zara 等更是推动了聚酯纤维的流行。随后一些奢侈大牌也开始争先使用，纷纷表示用了之后真香呀，挣得更多了。但是聚酯纤维的优点再多，也有明显的缺点，比如不透气、臭脚、保暖性差等。但是优点还是更明显的，比如让我在冬天不用鞭炮就能噼里啪啦的，直接省了买炮仗的钱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我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赞收藏，你们的喜欢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